自从王爷为侧妃杖毙了府内所有丫鬟后，苏婉堂连着做了3天3夜的噩梦。打那以后，她像换了个人，她不再天不亮就爬起来，守着炉火为厉承渊熬养胃的汤；她不再在灯下一针一线笨拙地给他缝靴子、绣香囊；她甚至不再竖起耳朵去听任何关于他的消息。这月15是厉承渊照例要来正妃院里留宿的日子，晚膳时分。他踏着暮色而来，一袭玄色蟒袍勾勒出挺拔身形。苏婉堂安定地陪侍在侧，布菜、斟茶，一举一动皆合乎礼数，挑不出半分错处。厉承渊瞥了他一眼，见他低眉顺目的模样，眉心几不可察地蹙了蹙。搁在往常，每逢这日，他总会备上一桌子他爱吃的菜肴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他。即便他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用膳，他也似得了天大的欢喜。可今夜这一桌菜虽也算精致，却不过是寻常厨子的手艺，再不是他亲自下厨的味道。膳毕，厉承渊起身往内室走去，预备歇下。恰在此时，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是通传声划破夜色：“王爷，侧妃娘娘心急犯了，疼得受不住，请您快去瞧瞧。”内室里正替苏婉堂卸钗环的春桃手上一顿，随即扑通跪地，声音里已带了哭腔：“王爷，15留宿正院是祖上定的规矩，上月侧妃便说心口疼，上上月也是如此。王妃娘娘回回都被何府上下笑话，求您这回留下来吧，别再让那宠妾灭妻的闲话传出去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啪！春桃被打得偏过脸去，面颊上迅速浮起红痕，动手的竟是苏婉堂。他收回手，看也未看愣住的春桃，自己紧跟着跪在了厉承渊面前：“王爷恕罪，是妾身管教无方，才让这丫头胡言乱语。”他垂手，声音平稳：“妹妹既派人来请，定是疼得厉害，人命关天。规矩到底是死物，恳请王爷速去探望，莫要耽搁。”厉承渊垂眸望着跪在脚边的女人，她身着正妃礼服，乌发堆云，身段纤细，此刻却卑微地扶着身子，连发间那只她随手赏的玉簪都显得暗淡无光。她眉心微拧，弯腰将她扶起，触及她手臂时，只觉一片冰凉。她在发抖：“我什么都未曾说，你怎抖成这样？”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他脸上：“你可是还在为当初那事怪我？”苏婉堂心头一刺，面上却愈发惶恐，做事又要跪下，妾身不敢。厉承渊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胸口的烦闷愈发浓重，他将他拉住了，这回用了些力气，不容他再跪。“那你为何？”他顿住，语气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迟疑：“近来不再为我熬汤，也不再做靴子了。”苏婉堂低着头，声音平静的没有波澜：“王爷膳食自有小厨房精心打理，妾身手艺粗陋，恐有不妥。至于针线，府中绣娘手艺精湛，妾身便不献丑了。”厉承渊闻言，心头猛地一震，他记起新婚那夜，红烛摇曳间，他偷偷抬眼看他，那双眸子里盛满了毫不掩饰的爱慕与欢喜，亮得惊人。他也记得，后来每逢他胃疾发作，他总会头一个端来温热的汤，眼中满是关切。他分明说过，这些事有下人做，不必他亲自动手。可他当时红着脸，小声道：“妾身想为王爷做点什么。”瞧见王爷喝下去，妾身心里便欢喜。他明明不喜欢他，娶她不过是皇命难违，权宜之计罢了。他心里装着的，从来只有如烟。苏婉堂这个正妃，于他而言不过是个摆设。可此刻望着他这副恭顺疏离，仿佛他不过是个需要应付的王爷的模样，望着他眼中再无半分昔日情意，他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，莫名的不舒服，甚至有些空落落的。如烟，他需要我。他最终只挤出这一句，语气生硬：“你莫要往心里去。”“不会，不会。”苏婉堂连连摇头，语气诚恳得近乎急切：“王爷快去吧，妹妹的身子要紧，妾身恭送王爷。”看着他这副恨不能立时3刻送他走的模样，厉承渊胸中那口气愈发憋闷，他沉下脸，一甩袖，转身大步离去，直至那脚步声彻底消失在夜色里，苏婉堂才长长的舒了口气，紧绷的肩背垮了下来。他转身将上跪在地上的春桃扶起：“疼吗？”他轻声问。春桃眼泪落得更凶，却摇头道：“不疼，奴婢知道。王妃是为了救奴婢，你明白就好。”苏婉堂取了帕子，替他拭去泪痕：“你方才那样编排侧妃，若王爷真动了怒，你这小命便保不住了。你虽进府晚，但大约也听过些传言，可还记得你来之前，这王府里的303个丫鬟都是怎么没的？”春桃浑身剧烈一颤，面色瞬间惨白：“那是真的。”他声音发颤：“真就因侧妃娘娘做了个梦，梦见有个看不清脸的丫鬟勾引王爷，他心里不踏实，落了一滴泪，王爷便心疼了，为了他把府里所有丫鬟都杖毙了。”苏婉堂缓缓点了点头，目光空洞地望向窗外漆黑的夜色：“如今你该明白了。”他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：“温如烟在王爷心里究竟是何等分量？王爷爱她，爱得如同性命。”春桃捂住嘴，压抑地哭出声来：“可您才是正妃啊，王爷这般宠爱侧妃，对您却无半分情意，您就不心疼吗？心疼吗？”苏婉堂麻木地想，从前爱着他的时候，或许是疼得撕心裂肺，疼得夜不能寐，如今不爱了，便只剩麻木了。慎言，记牢了。在这府里，温如烟才是天。你可以得罪我，甚至可以偶尔冒犯王爷，但绝不能开罪他，因为王爷会要你的命。春桃泣不成声，只是拼命点头。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，3长2短。苏婉堂眸光微动，示意春桃擦干眼泪去外间守着，自己快步走到门边，拉开一道缝。门外立着的是长公主身边那位信得过的老嬷嬷王妃。嬷嬷压低声音道：“长公主让老奴传话，她已应允您随行前往大相国寺祈福。皇上那边，长公主也已说动，准许您与摄政王和离。”
月底，长公主奉驾启程往寺里去的那日，和离的圣旨便会送到王府。苏婉堂的心猛地一跳，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与轻松交织着涌上喉间。不过，长公主让老奴问您一句。嬷嬷顿了顿，此番去寺庙祈福，需整整5年不得归家。王妃，您可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苏婉堂毫不犹豫，声音笃定。嬷嬷替我回禀长公主。婉堂心意已决，绝不反悔。嬷嬷点点头，悄无声息地退入夜色中。门合上了，苏婉堂缓缓走到床边，拖出一个樟木箱子，打开来，里头尽是他曾视若珍宝的物件。厉成渊随手赏的一支笔，他练字时丢弃的废纸，还有他13岁那年在街边小摊上买的，据说是照他模样捏的泥人。他端起烛台，将火苗凑近香烟，橘红的火光映亮他苍白的面容，也一点点吞噬了那些可笑的念想。他望着跳跃的火舌，任由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他父亲是镇国将军，早年一直追随彼时尚氏皇子的厉成渊南征北战。13岁那年，边关传来噩耗，父亲中了敌军埋伏，被俘，生死未卜。他哭晕过去好几回，只觉天都塌了。可后来，父亲竟平安归来了。他听父亲身边的亲兵说，是当时的齐王殿下，如今的摄政王厉成渊，单枪匹马杀入敌营，砍了敌军主将的脑袋，硬生生将父亲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。自那以后，厉成渊3个字在他心里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他盼着他凯旋，挤在人群里踮着脚想看清他的模样，人太多，他被挤得一个踉跄摔了出去，眼看就要被疾驰而来的马蹄踏中，是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及时拉住了他。他惊魂未定的抬头，对上一双深邃如寒星的眼眸。男人骑在高头大马上，一身银甲染血，面容却俊美得令人窒息。他只看了他一眼，确认他无事，便松开手，策马继续前行。可那一眼却像烙铁，深深烙在了苏婉堂情窦初开的心里，一见钟情，从此万劫不复。他开始偷偷关注他的一切，盼着自己快些长大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嫁给他。可还未等他及笄，他便从北地带回一个女子，温如烟，一个在战场上救过他一次的医女。他将她带回王府，对她呵护备至。满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冷面冷心的摄政王把全部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出身寒微的女子。苏婉堂的心碎了，他以为自己的梦还未开始，便已结束。可命运偏要捉弄人，皇家子弟不能娶寒门女为正妃。他再爱温如烟，也只能是侧妃。而苏婉堂的父亲在一次惨烈的战役中为护厉成渊，战死沙场。皇帝为抚恤功臣一道圣旨，将丧父不久的苏婉堂指婚给了厉成渊，成了摄政王正妃。嫁进王府那日，我身着大红嫁衣，心里既有忐忑，又存着一丝卑微的希冀，或许他能瞧见我的好呢。可现实很快狠狠扇了我一耳光，我亲眼看着厉成渊如何宠爱温如烟。温如烟怕冷，他便搜罗天下暖玉为他铺地。温如烟随口说句想吃江南点心，他便命人800里加急送来。温如烟蹙一蹙眉，他能紧张地丢下所有公务赶去安抚，而我这个正妃倒更像是个可有可无的影子。他鲜少来我院里，即便来了，也是例行公事，淡漠的如同完成任务。我痛苦却不死心，我想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默默对他好，熬汤做衣，打理后院，努力学着做一个合格的王妃，只盼他能分给我一点点温柔，哪怕只是对温如烟的1/10。直到3个月前，温如烟做了个噩梦，哭哭啼啼地对厉成渊说，梦见府里有个看不清脸的丫鬟爬上了他的床。厉成渊当时正在书房处理紧急军务，闻言只是皱了皱眉，安抚了几句。可第2天，温如烟便因忧思过度晕了过去。厉成渊心疼得不得了，于是一道冷酷的命令传遍王府，所有丫鬟无论年纪，无论是否在主子跟前伺候，全部杖毙，一个不留。那里面有我从娘家带来的，从小陪我长大的贴身侍女秋月，有才12岁，懵懵懂懂刚进府不久的小丫头，有安分守己，只想攒些银钱赎身回家嫁人的女子。我听到消息时如遭雷击，我不顾一切地冲到厉成渊的书房外，跪在冰冷的石阶上磕头哀求，声嘶力竭，王爷，求您开恩，他们从未有过不轨之心，求您饶了他们。书房里，厉成渊正守着低声啜泣的温如烟，亲自为他喝药，对我的哭求充耳不闻。我跪了一夜，哭到昏厥，再醒来时，丫鬟没了，孩子也没了。大夫说我已有了月余身孕，因悲痛过度，又跪在寒地里小产了。我躺在床上，被噩梦纠缠了3天3夜。第4日醒来，我忽然便明白了，我永远也比不过温如烟。温如烟是厉成渊心尖上的肉，是他宁可负尽天下人也要护着的宝贝。而我苏婉堂什么都不是，我的爱，我的孩子，我的丫鬟，在厉成渊心里轻如草芥，甚至比不过温如烟一滴眼泪。心死了，爱便灭了，我不想再爱他了，我只想回到从前，回到那个还未爱上厉成渊，明媚张扬，会骑马会射箭，眼睛里盛满阳光的小姑娘。可皇家赐婚，岂能说和离就和离？那是抗旨，是死罪。幸好天无绝人之路。前些日子我去大相国寺为父亲上香，偶然救了失足滑倒的长公主。长公主感念我的恩情，问我想要什么赏赐。我只求了2件事：第一，准我随长公主前往寺庙为国祈福；第二，求一道恩旨，准我与摄政王厉成渊和长公主连我遭遇。终究应下了。火渐渐熄了，只剩一堆焦黑的灰烬。我望着那堆灰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从今往后，苏婉堂再也不要爱厉成渊了。翌日，苏婉堂醒来时，精神有些萎靡。春桃进来伺候，小声道：“王妃，
侧妃娘娘那边派人来传话，说园子里的梅花开得正好，邀您过去一同赏花。苏婉堂揉了揉额角，她本不想去，温如烟的邀约多半没安好心，可转念一想，若是不去，温如烟转头到厉承渊跟前哭诉一番，说她这个正妃摆架子，又是麻烦，更衣吧。她淡淡道，到了梅园，温如烟已先到了。她穿着一身簇新的浅粉袄裙，衬得面若桃花，眉眼间满是娇憨，一看便是被娇宠着，浸泡在爱里的模样。姐姐来了。温如烟笑着迎上来，亲热地挽住苏婉堂的手，你瞧这梅花开得多好，王爷前儿还说这红梅衬我，特意命人移了好几株到我院里呢，换作从前。听到这话，苏婉堂心里定像针扎般疼，可此刻她只是点了点头，语气平淡 ，Fan 是好看。温如烟愣了一下，似没料到他这般反应，她不甘心，又絮絮叨叨说起厉承渊待她有多好，新得了什么贡品绸缎，头一个送到他那儿，他夜里咳嗽一声，他能紧张地把太医从被窝里揪起来，他随口说句闷，他能抛下公务陪他去郊外散心。苏婉堂静静听着，心里一片平静，甚至觉着有些无趣。听到温如烟刻意停顿，等着他反应的地方，他还配合地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个敷衍的笑。温如烟一拳打在棉花上，面色渐渐有些不好看了。正这时，园子入口处传来脚步声，厉承渊大步走了进来，他似是刚从外面回来，身上还带着寒气，玄色大绯的肩头落了点点未化的雪。王爷。温如烟眼睛一亮，登时像只欢快的蝶儿般扑了过去。您不是有紧急军务要处理吗？怎的这么快便来了？厉承渊伸手接住他，语气是苏婉堂从未听过的温和。听说你在这儿赏梅，便抓紧处理完赶过来了。他解下自己的大臀，仔细披在温如烟肩上，出来也不知多穿些，手这样凉，替他系好带子。他一抬眼，才瞧见站在几步之外的苏婉堂。厉承渊动作顿了顿，你也在？苏婉堂俯身行礼，妾身见过王爷，是侧妃妹妹邀妾身前来赏花。厉承渊看着她身上单薄的长服，又望望被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温如烟，犹豫了一瞬，才道：不晓得你也在，只带了一件大粉，妾身不冷。苏婉堂立刻回道，语气恭顺。厉承渊心里那股不舒服的感觉又冒了出来。从前每回他对温如烟好，苏婉堂总会露出难过、黯然、强颜欢笑的神情。他虽然不在意，可心底其实是知道的，知道他喜欢他，他的心绪因他而起落。他从没放在心上，因为他的感情与他无关，他爱的只有如烟。若不是规矩所限，正妃之位本该是如烟的，可如今苏婉堂这副全然不在乎的模样，反让他莫名烦躁。难道还是因为丫鬟和孩子的事？不会的，他那么爱她，怎会因这点小事便记恨她？他压下心头一痒，不再理会苏婉堂，只转头对温如烟温声道：这儿风大，当心着凉，午膳备好了，去用些热乎的。温如烟却微着他，娇声道：王爷，我突然想吃鲫鱼了，听说古时有卧冰求鲤的佳话，不如今日咱们也效仿一回，就让姐姐身边这个新来的小丫头去试试吧，也算给她个表现的机会。春桃腿一软，扑通跪下，声音发颤：侧妃娘娘饶命，奴婢这几日身子不便，来了癸水，实在碰不得冰水啊。厉承渊眉头一皱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我去吧。苏婉堂平静的声音响起，厉承渊猛地转头看他，眼中满是震惊。胡闹，你一个王妃，成何体统？再说你刚身子还没养好，怎能碰冰水？苏婉堂心里一片冰凉，他明白温如烟今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不达目的不会罢休，这回是为难他身边的人，下回还不知想出什么更恶毒的法子。春桃胆子小，经不起吓，何况他很快便要走了，没必要在这当口横生枝节。妾身身子早好了，王爷不必挂心。他语气平平，不过是抓条鱼，妾身幼时在边关也常冰钓，算不得什么，妾身也挺喜欢冰水的。他说的是实话，未嫁他时他也是恣意活过的。你，厉承渊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堵得语塞，声音沉下来，为一个丫鬟，你至于如此吗？苏婉堂心口微微刺了一下，看在他眼里，任何人的命都比不上温如烟一时兴起的念头重要。他没再说话，只转身朝不远处结了后冰的湖边走去。苏婉堂，你给我站住！厉承渊厉声喝道。苏婉堂脚步不停，春桃哭着扑上来想拦，被他轻轻推开。湖边寒风刺骨，苏婉堂蹲下身，望着冰面下隐约游动的黑影，他挽起袖子，露出纤细苍白的手腕，然后俯下身，用体温去融化坚冰。真的很冷，寒意直透骨髓。不多时，他的手指便冻得通红，失了知觉，嘴唇也泛起青紫。可他只是咬着牙，用体温将冰面一点点融出个小洞。一条肥美的鲫鱼被光亮吸引，游了过来。苏婉堂瞅准时机，伸手去抓，就在指尖触到鱼尾的刹那，承受了体温与重量的冰面忽然发出一声脆响，以那洞口为中心，裂纹迅速向四周蔓延。婉堂！厉承渊惊恐的喊声自岸上传来。苏婉堂只觉脚下一空，冰冷的湖水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淹没了他的口鼻，窒息、冰冷、黑暗。失去意识前，他恍惚瞥见厉承渊疯了般朝湖边奔来，然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，奋力朝我坠落的方向游来。再次醒来，是在熟悉的寝殿里，外间传来压抑的怒喝与瓷器碎裂的声响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王妃若有闪失，本王要你们全都陪葬！王爷息怒，臣等已尽力施救，用了最好的药，如今高热已退，脉象也平稳下来。
只是寒气入体太深，加上王妃之前小产亏损了根本，身子极为虚弱，能否醒来，何时醒来，还要看王妃自己的意志和造化啊。太医的声音战战兢兢，苏婉堂咳了几声，外间的动静瞬间停了，紧接着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厉承渊带着一身寒气冲了进来，他面色有些苍白，眼下泛着青影，衣衫也略显凌乱，不复平日一丝不苟的冷峻模样。你醒了？他冲到床边，觉着怎样？还有哪里不是？苏婉堂摇了摇头，声音嘶哑，没什么。厉承渊似松了口气，可随即眉头又皱了起来。如烟，他并无恶意，他只是孩子心性，没料到你真会掉下去。你莫要怪他。苏婉堂心口那点微弱的波澜瞬间平复了，看他头一件事还是替温如烟开脱，怕他这个受害者迁怒他的心尖尖。他扯了扯嘴角，想笑却没力气。妾身明白，是妾身自己不当心。他哑声道。厉承渊见他嗓子干涩，转身去桌边倒了杯温水，走回床边，很自然地递到他唇边，想喂他。苏婉堂却像被烫着似的，猛地往后一缩，随即飞快伸出手接过了杯子。谢王爷，妾身自己来。他低着头，小口小口喝着水，避开他的触碰与视线。厉承渊的手僵在半空，面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方才是在躲他，这个认知让他心头无名火起。他盯着他这副死气沉沉，仿佛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模样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与不安涌了上来。苏婉堂，他声音冷了几分，你如今怎变成这副样子？本王记得你小时候挺明媚的一个小姑娘。苏婉堂喝水的手顿了顿，他缓缓抬起眼看向厉承渊，王爷觉得是那时候好，还是如今好？厉承渊被他问得一怔，下意识道，自然是那时候。那时候的他眼睛里装着光，鲜活生动，像春日枝头最俏丽的花苞。苏婉堂听了，忽而轻轻笑了一下，那笑容极淡，转瞬即逝，却莫名让厉承渊心头一紧。王爷放心。他看着他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，妾身很快就会变回从前的，变回那个还不曾爱上厉承渊，心里没有伤痕，眼中没有阴霾的明媚的苏婉堂。厉承渊眉头紧锁，正要开口细问，王爷。温如烟的丫鬟又在外头急切地唤起来，侧妃娘娘心口又疼了，请您快过去瞧瞧。厉承渊下意识便要起身，可目光掠过苏婉堂苍白的脸和那双平静的过分的眼睛，他鬼使神差地停住了动作。他看着他，忽然道，你受了寒，虚人照看，今晚本王就不去如烟那儿了，留下来陪你吧。他在试探他是不是真的无所谓。果然，苏婉堂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飞快掠过一丝清晰的抗拒。不用。他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声音因急切而微微拔高，王爷，妹妹心急要紧，妾身这儿无甚大碍，有春桃照看便好，王爷还是快去妹妹那边吧。厉承渊的面色彻底沉了下来，心中那股莫名的怒火与不快攀至顶点。苏婉堂，他逼近一步，居高临下望着他，声音里带着怒意与难以置信。多少女子求着本王留宿，你却满心满意的赶本王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苏婉堂愣住了，他没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他不是该立刻去陪他的宝贝如烟吗？怎么反倒质问他来了？他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如何解释。王爷，侧妃娘娘疼得厉害，一直哭着唤您呢。外头的丫鬟又催了一遍，声音愈发急切。厉承渊望着苏婉堂哑口无言的模样，胸口堵着的那口气无处发泄，最终只能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甩袖转身，带着满腹莫名的火气大步离去。苏婉堂瞧着他消失在门外的背影，松了口气，随即涌上来的是一阵深深的疲惫。他重新躺下，合上眼，随他去吧。横竖，他很快就要离开了。接下来几日，苏婉堂独自在房里养伤，春桃有时会红着眼眶进来，告诉他外头的动静。王妃，王爷这几日一直在哄侧妃娘娘，说是侧妃娘娘因王爷不顾危险下湖救您，吃醋了，觉着王爷心里有了您，哭了好几日，王爷怎么哄都没用。侧妃娘娘也真是，明明是她让您去抓鱼，害您落水的，如今倒打一耙，王爷也是是非都不分了。苏婉堂总是平静地听着，末了淡淡说一句，慎言，记着我说的，在这府里温如烟是天。春桃只能愤愤地闭上嘴。这日下午，厉承渊忽然又来了，不是独自一人，身后还跟着几个手持棍棒的粗使婆子。他站在屋内，望着靠在软榻上的苏婉堂，许久不曾开口，眼神复杂，欲言又止。苏婉堂瞧见他身后那些人手里的棍棒，心里隐约猜到了什么，他放下手中的书卷，平静地问，王爷可是有什么为难之事？厉承渊被他点破，面上闪过一丝极不自然的神色，他移开目光，声音有些低哑，上次本王跳下湖救你，如烟他醋性大，觉着本王心里有了你，一直哭闹不休。你也知道他身子弱，心急更是受不得刺激，这几日病情反复，太医说再这样下去恐有性命之忧。他顿了顿，像是下了极大决心，才继续道，为哄好他，叫他安心，本王只能向他证明，本王心里只有他一人。苏婉堂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冷下去，他听见自己平静无波的声音问，王爷想如何证明？厉承渊望着他过分平静的面容，心里那股不舒服的感觉又冒了出来，他准备好的说辞，准备好的安抚，此刻竟有些难以启齿。本王答应他，责罚你。他终于说了出来，语速极快，像要尽快结束这难堪的对话。打你30杖。王妃春桃尖叫一声，扑通跪倒，拼命磕头。
王爷，求您开恩，王妃娘娘身子还没好，上回落水寒气未除，哪里受得住30丈，这会要了娘娘的命的。王爷，求求您，奴婢愿替娘娘受罚，求您了。春桃哭得撕心裂肺，额头很快磕出了血。厉承渊眉头紧锁，别过脸去，不忍看春桃。他望向苏婉堂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近乎哄劝的意味。婉堂，本王知道委屈你了，这一回过后，本王会补偿你，库房里的东西随你挑，或者你有何心愿，只要本王能做到，都可应你。他以为他会哭，会闹，会委屈地质问他，毕竟他曾是那么怕疼的一个小姑娘，毕竟他那么喜欢他，哪个女子能受得住被心爱的男人为了另一个女人责打？可苏婉堂只是静静看着他，看了许久，然后他忽然笑了，那笑容极淡极轻，却像一根极细的针，猝不及防扎进厉承渊心口。好，他说。厉承渊愣住了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苏婉堂重复了一遍，语气依旧平静。王爷需向侧妃证明心意，妾身遵命便是。厉承渊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，他准备好的种种说辞，他一句都没问，一句都没反驳。你就不说些什么？他忍不住问。苏婉堂抬眼看他，那双曾盛满爱慕的眼睛里，此刻只剩一片荒芜的平静。妾身有拒绝的余地吗？无论妾身说什么，王爷都是要哄好侧妃的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多费唇舌？他站起身，因身子虚弱，微微晃了晃，但很快站稳。在院子里行吗？他问，语气像在问今日天气如何。而后他不待厉承渊回答，便径直走了出去，走到院子中央，对着那几个手持棍棒的婆子平静地俯下身，趴在了早已备好的长凳上。厉承渊望着他纤瘦单薄的背影，望着他毫不犹豫趴下的姿态，心口猛地一抽。他想起初见那回他在马下救起的小姑娘，吓得面色发白，却仍努力挺直脊背，对他露出一个带着泪花的明媚的笑。他分明没放在心上，可此刻想起来，才发现自己记得那样清楚。王爷。行刑的婆子迟疑地看向他，厉承渊望着苏婉堂苍白的侧脸，望着他紧闭的双眼，忽然有些喘不上气。多少了？他哑声问。还没开始。厉承渊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看向被丫鬟搀扶着立在廊下观刑的温如烟。温如烟正红着眼眶，楚楚可怜地望着他。如烟，他开口，声音艰涩，30丈是不是太多了？他身子还没好，要不就10丈。温如烟的眼泪瞬间落了下来，声音哽咽。王爷，您这是心疼了吗？您果然心里还是有他的，对不对？您舍不得了？没有。厉承渊立刻否认，语气急促。如烟，你胡说什么？本王心里只有你，娶她不过是遵从皇命，她只是个摆设，本王从未喜欢过她。他说的斩钉截铁，像要说服温如烟，也像要说服自己。趴在长凳上的苏婉堂听到这句话，睫毛轻轻颤了颤，嘴角却极轻微地扯动了一下。不痛，真的不痛，心死了便觉不着疼了。然后他闭上了眼睛。答。厉承渊像被温如烟的眼泪灼伤了，猛地转过头，厉声喝道，棍棒落下，沉闷的声响，一下又一下，鲜血很快浸透单薄的衣衫，在后背晕开刺目的红。苏婉堂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院子里的下人有的不忍地别过脸，有的低声窃窃私语，望向苏婉堂的目光满是同情与怜悯，望向温如烟和厉承渊的目光则多了些别样的意味。堂堂摄政王正妃竟被当众杖责，只为哄一个侧妃开心，真是可怜又可悲。厉承渊看着棍棒落下，看着苏婉堂微微颤抖却始终一声不吭的身子，看着他后背晕开的血色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，疼得他呼吸都有些艰难。他忍不住再次开口，够了，已20丈了，停下。王爷。温如烟哭着喊道，您答应了我的30丈，1丈都不能少，您是不是真喜欢上他了？没有。厉承渊几乎是低吼出来。打，继续打。他别开脸，不敢再看。30丈终于打完，苏婉堂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浑身被冷汗与血水浸透，他趴在长凳上一动不动，仿佛已没了气息。王妃，王妃。春桃哭着扑上去，厉承渊猛地转头望去，只见苏婉堂面色惨白如纸，唇边溢出一丝血迹，眼睛紧闭，已然昏死过去。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他厉声喝道，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王爷。温如烟忽然娇呼一声，身子软软往旁边一歪。我脚好像崴了。厉承渊脚步一顿，望望昏死的苏婉堂，又望望蹙眉呼痛的温如烟，最终他还是转身快步走向了温如烟。怎么这般不当心？疼不疼？本王瞧瞧。他抱起温如烟，匆匆离开院子，甚至没再多看苏婉堂一眼。春桃的哭喊声被风吹散，苏婉堂再次醒来，已是深夜，背上传来火烧火燎的剧痛，让他忍不住闷哼出声。王妃，您醒了。守在一旁的春桃立刻惊醒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您别动，伤口刚上了药。苏婉堂喘了几口气，待那疼痛稍缓，才哑声问，水。春桃连忙倒了温水，小心为他喝了几口。太医呢？苏婉堂问。他记得昏过去前，厉承渊喊了太医。春桃的眼泪又落下来，声音里带着哭腔与愤恨。太医都被王爷叫到侧妃院里去了，说侧妃娘娘不当心崴了脚，受了惊吓，把所有太医都叫去诊治了。奴婢去求过，可王爷根本不见，只有府里一个老大夫给开了些金疮药。王妃，您忍忍。
奴婢这就再去想办法。不必了。苏婉堂打断他，声音疲惫，有药便行。他闭上眼，不再说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独自趴在床上养伤。春桃每日红着眼眶进来，有时说王爷今日又给侧妃寻了什么稀罕玩意儿，有时说侧妃在花园里设宴，请了女眷，风光无限，有时说王爷陪着侧妃去郊外泡温泉了。苏婉堂总是静静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直到这日，终于到了长公主启程往大相国寺的日子。苏婉堂早早醒来，让春桃帮她换上一身素净的浅青色衣裙，长发也只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起。镜中的女子虽仍面色苍白，眉眼间却褪去了往日的玉色与卑微，多了几分清冷与疏离。春桃有些愣神，王妃，您今日这样穿着舒服。苏婉堂淡淡解释。正说着，厉成渊忽然走了进来，他看到苏婉堂这身打扮，明显愣了一下。这身衣裳不像王妃的宫装，倒像要出远门。你是知晓本王今日要带你出去，才特意换的这身吗？厉成渊问道，语气难得温和了些。苏婉堂转头看他，眼神疑惑。什么？厉成渊走到他面前，望着他，上回让你受了委屈，我说过要补偿你，你不是说想去西市逛逛吗？那边新开了几家胡商铺子，听说很有意思，今日本王得空带你去西市逛街。苏婉堂恍惚了一下，那是3年前的事了，刚嫁给他不久，我小心翼翼地提过，听说西市热闹，想去瞧瞧。他当时只冷淡地回了句没空，便再没下文。3年前，他轻声道，那是妾身3年前说的了。厉成渊怔住了，3年前，那么久了吗？他竟全无印象。他望着他平静无波的眼睛，心头那股空落落的感觉再次涌起。他张了张嘴，正要说什么，王爷，王爷。温如烟的丫鬟又像掐着点似的出现在门口，声音欢快，侧妃娘娘让奴婢来请王爷，今儿是上巳节，娘娘说想去城外踏青游春水，害除不祥，请您务必同去呢。上巳节，厉成渊这才恍然想起，今日却是3月初3，上巳节，民间有踏青游春的习俗。他看向苏婉堂，眼中闪过一丝歉意与犹豫。婉堂，我忘了今儿是上巳节，如烟一直闷在府里，却该出去散散心，我若不陪着，他又要多想了。下回我一定补偿你，好吗？苏婉堂看着他脸上的歉意与为难，心里一片平静，甚至觉着有些可笑。王爷去吧，陪妹妹要紧。他语气平淡，妾身无事。厉成渊望着他这副懂事模样，心里那口气却更堵了。他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可说不上来。最终他还是转身跟着丫鬟离开了。苏婉堂站在窗前，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，嘴角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。他转身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院子，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王府侧门，一辆朴素却宽大的马车静静停着，车前站着长公主身边那位老嬷嬷。姑娘。嬷嬷迎上来，低声道，和离圣旨已拟好，待您随长公主一同抵达寺庙后，圣旨便会送到王府。此番您随长公主往寺庙为国祈福，按规矩5年不得归家，外人亦不得求见，您可想好了？苏婉堂点了点头，嬷嬷侧身让开，那便请姑娘上车。苏婉堂没有犹豫，径直踏上马车，车帘落下，隔绝了外头的世界。马车缓缓启动，驶离王府，驶向城门，驶向城外广阔的天地，驶向我迟来的自由。车内，苏婉堂闭上眼睛，轻轻吐出一口积压了太久的浊气。再会了，厉成渊，再会了，摄政王妃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是苏婉堂。厉成渊陪着温如烟踏青归来，心情却有些复杂。温如烟一路上都在撒娇，说溪水边的柳枝发了新芽，说桃花开得正好，说下回还要和他一同来。他听着，偶尔应一声，心思却总是不由自主飘远，飘回王府，飘到苏婉堂今日那身素净的浅青色衣裙上，飘到他平静地说那是妾身3年前说的了时，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。3年前，原来已经那样久了，他竟毫无印象。回府后，温如烟挽着他的手臂，声音娇软，王爷，今日走了许多路，妾身腿都酸了，不如今晚就在我那儿用膳吧，我让厨房炖了您爱喝的汤。厉成渊望着他的笑脸，心里那点莫名的烦躁又涌了上来。不必了，他抽回手臂，语气有些淡，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你自己用吧。温如烟愣了一下，眼眶迅速红了。王爷，您是不是还在生灵儿的气？上回是灵儿不懂事，不该让姐姐去抓鱼。没有，厉成渊打断他，揉了揉眉心，是真有事，你早些歇着。说完，他转身往书房走去，留下温如烟站在原地，咬着唇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愤。书房里静悄悄的，厉成渊坐在书案后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他烦躁地站起身，在书房里踱步，目光扫过书架，扫过博古架，最后落在角落里一个尘封的抽屉上。他记得那是苏婉堂刚嫁进来时，有一回趁他不在，偷偷放了东西进去。他当时发现了，但从没在意，也从未打开看过，鬼使神差的。他走过去，拉开了抽屉，里头东西不多，一双针脚歪歪扭扭的靴子，一看便是新手做的，针脚粗糙，大小倒很合适，几个绣工笨拙的香囊，上头绣着歪歪扭扭的竹子、兰花，还有一个是他的生肖，一只虎，绣得像只猫，最底下是一沓手抄的纸张，密密麻麻写着字。他拿起来一页页翻看，是养胃的汤食谱，茯苓多少，山药多少，红枣几颗，火候如何，注意事项。有些地方还特意用朱笔做了标记，字迹清秀，却有些颤抖，像是写字的人很紧张。他一页页翻着，
翻到最后，在最后一页的角落里，看到一行极小的字，希望他喝下去，胃能舒服些。今日他说汤有点咸，明日少放些盐。字迹旁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。厉成渊的手猛地一颤，纸张从他指尖滑落，散了一地。他蹲下身，颤抖着去捡，指尖触到那双粗糙的靴子。他记得是有这么一双靴子。苏婉堂红着脸，小心翼翼捧给他，说妾身头一回做，王爷试试合不合脚。他当时在看书，随意瞥了一眼，说放那儿吧。后来有一回，他随口说了句这靴子不舒服，他当时低着头没说话。再后来，他就再没见过这双靴子，他以为是他自己扔了，原来是被他收在了这里。还有这些香囊，他胃不好，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，说香囊里放些安神的草药，夜里搁在枕边，能睡得好些。他做了好几个，每个花样都不同，巴巴的送来。他当时是怎么说的？府里绣娘做的比这精致多了，这些粗糙东西往后不必做了。他当时眼睛里的光好像一下子就熄了，他低着头小声说是，妾身知道了，然后默默把那些香囊都收了回去。原来也在这里。厉成渊跌坐在地，背靠着冰冷的书架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，疼得他喘不过气。那些被他忽略的遗忘的细节，此刻无比清晰地涌上心头。他天不亮就起来熬汤，端着汤站在书房外，等他处理完公务。汤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。他手指上那些细小的针眼，他看见过，却从没问过。他眼下的乌青，他强撑的笑容，他小心翼翼的眼神。王爷，王爷！管家慌慌张张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打断了厉成渊的思绪。他胡乱抹了把脸，声音嘶哑：何事？宫里来旨了，宣旨的公公已到前厅，让王爷速去接旨。厉成渊心头一跳，那股不祥的预感再次涌起。他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袍，快步走向前厅。前厅里，宣旨太监面无表情地站着，身后跟着几个小太监。见他来了，太监展开明黄的卷轴，尖细的声音响起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摄政王正妃苏氏婉堂，秉性柔佳，深明大义，今自愿随长公主赴大相国寺为国祈福，潜心修行5载，其志可嘉，特准其所请，赐予摄政王厉成渊和。自此之后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钦此和离2个字像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烙在厉成渊心上。他僵在原地，面色瞬间惨白如纸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：和离。为离开他，他宁愿去那清苦的寺庙待5年，甚至不惜求和离。他就那样让他厌恶吗？厌恶到连王妃的名分都不要了，连这王府的一切都不要了，连他也不要了。王爷，接旨吧。宣旨太监将圣旨往前递了递，厉成渊猛地回神，眼睛赤红，一把夺过圣旨，看也不看，狠狠撕碎。不接，他嘶吼道，声音因极致的愤怒与恐慌而扭曲：没有本王的同意，谁敢让他走？谁敢准他和离？碎片纷纷扬扬落下，像凋零的雪。太监面色不变，只微微躬身：王爷，此乃陛下亲笔御批，长公主殿下作保，苏姑娘心意已决，已非王府中人。王爷抗旨，是想让陛下为难吗？苏婉堂在哪里？厉成渊猛地抓住太监的衣领，双目赤红，说：他人在何处？太监被他眼中的疯狂惊得后退一步，强自镇定，回王爷，苏姑娘已随长公主奉驾启程，此刻怕是已出城20里了。出城20里，厉成渊浑身血液都凉了。他走了，他真的走了，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愿见他。备马，他猛地松开太监，转身就往外冲，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：最快的马，立刻，马上！厉成渊冲出前厅，正好撞上闻讯赶来的温如烟。王爷，您要去何处？温如烟哭着拦住他，声音带着哭腔：您不要灵儿了吗？他走了不是正好吗？往后王府就只有我们，让开！厉成渊头一回对温如烟用了这样重的字眼，他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冰冷与焦灼，一把推开他，看也不看跌倒在地的他，冲出院门，翻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温如烟跌坐在地上，手掌被粗糙的地面磨破，渗出血丝。他望着厉成渊决绝的背影，眼中头一回露出惊慌与深切的怨毒：苏婉堂，苏婉堂，你都走了，为何还要阴魂不散？厉成渊单骑狂奔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追上他，问清楚。他不准。他是摄政王，是权倾朝野的厉成渊，他的王妃岂能说走就走？他还没应允，寒风如刀割在脸上，生疼，他却丝毫感觉不到，只拼命抽打着马匹，恨不能插上翅膀，立刻飞到苏婉堂面前。他要问他为何要走，为何要和他做错了什么？他改还不成吗？脑海中全是苏婉堂的脸，新婚夜，红烛下，他偷偷抬眼看他，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毫不掩饰的爱慕与欢喜，亮得惊人。后来每回他胃疼，他总会头一个端来温热的汤，眼神关切，手指上还有烫出的水泡。他跪在雪地里，磕头哀求，额头磕出血，声音嘶哑，求他饶了那些丫鬟。他趴在长凳上，受着杖刑，一声不吭，后背血肉模糊。他掉进冰湖里，面色苍白，被他救起后，躲开他喂水的手，说妾身自己来。他说那是妾身3年前说的了时。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，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为何心会这样疼？他只是不习惯而已，只是觉着他不该如此忤逆他，不该如此冷漠待他。他只是马匹嘶鸣，前蹄扬起，厉成渊猛地勒住缰绳，望着眼前长长的车队和车队前森严的护卫，终
追上了长公主的车队，正在官道旁的驿站休整。厉成渊翻身下马，因骑得太急，腿一软，险些跪倒在地。他稳住身形，冲到主车架前，被长公主的亲卫拦住。王爷，请留步。长公主殿下与苏姑娘已安歇，不见外客，让开。厉成渊双目赤红，声音嘶哑：我要见苏婉堂，我是他夫君。王爷慎言。车帘掀开，长公主威严的面容露出，眼神带着冷意，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。圣旨已下，婉堂已与你再无瓜葛，此刻她正在为国祈福进修，不见任何人，尤其是你。厉成渊如遭重击，踉跄后退一步。姑母，他声音哽咽，带着哀求，让我见他一面，我只想问一句话，就一句。他不想见你。长公主淡淡道，语气却不容置疑。成渊，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你伤他至深，如今他只想求个清静，回吧。不，我不信。厉成渊嘶吼，试图硬闯。婉堂，苏婉堂，你出来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何要走？亲卫刀剑出鞘，寒光凛凛，指向他。长公主皱眉，声音冷了下来：摄政王，你想抗旨惊驾吗？就在这时，旁边一辆朴素的马车，车帘被轻轻掀起一角，露出一张苍白却沉静的脸，是苏婉堂。厉成渊眼睛猛地亮了，像濒死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婉堂，他急切地往前冲，却被亲卫的刀剑挡住，只能隔着几步远的距离望着他。跟我回去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去说。合离圣旨，我会想办法让皇兄收回。那些事是我不对，他语无伦次，自己都不知自己在说什么，只想让他留下，只要他留下，怎样都好。苏婉堂静静望着他，那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，无悲无喜，无怨无怒，只有一片彻底的疏离与淡漠，仿佛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王爷，他开口，声音清冷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圣旨已下，你我夫妻缘尽于此，从此山高水长，不必再见。王爷请回吧，莫要惊扰了长公主殿下车驾。说完，他放下车帘，将那殷切、疯狂、卑微的目光彻底隔绝在外。厉成渊僵在原地，如坠冰窟。他那句不必再见，像一把淬了冰的刀，直直捅进他心里，然后狠狠搅动，疼得他眼前发黑，几乎站立不稳。车帘落下，马车内再无声息。长公主望了他一眼，眼中复杂情绪一闪而过，终究只是叹了口气，放下了车帘。启程，车队缓缓动了起来，车轮炸过官道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厉成渊站在原地，望着车队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在茫茫夜色里。他张了张嘴想喊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有冰凉的夜风灌进喉咙，疼得他弯下腰，剧烈咳嗽起来。咳着咳着，有温热的液体从眼眶滚落，混着尘土，狼狈不堪。厉成渊失魂落魄地回到王府，已是天明。王府里气氛压抑，下人们削弱寒蝉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他像一具行尸走肉，径直走向苏婉堂的院子，推开门，里头空空荡荡，床铺整洁，梳妆台上干干净净，连一根发丝都没有，只有一只质地普通的玉簪孤零零搁在那里，是他很久以前随手赏给他的。他什么都没带走，连他给的东西也弃如敝履。厉成渊走到梳妆台前，拿起那只玉簪，冰凉的触感让他指尖微微发颤。王爷，春桃不知何时走了进来，跪在院中，眼睛红肿得像桃子，显然哭了一夜。厉成渊转过身望着他，春桃抬起头，眼中是豁出去的决绝。他重重磕了3个头，额头磕在青石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很快渗出血来。而后他直起身，泪流满面，声音却异常清晰，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。王爷，奴婢今日拼着一死，也要把娘娘为您做的一切，您不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厉成渊握紧了手中的玉簪，指节泛白。娘娘嫁进来3年，您可知她为您做了多少？您有未及，娘娘天不亮就起来守着炉火熬养胃汤，一守就是2个时辰，手上烫了无数泡，从没让您知道。您可曾看过她的手？那双本该拿针线抚琴的手，上头全是疤。您随口说句靴子不跟脚，娘娘就偷偷学做靴子，食指被针扎得密密麻麻，做了拆，拆了做，不知做了多少双，才敢挑一双最好的给您。您却只穿了一回就扔了。您可知那晚娘娘抱着那双被您扔掉的靴子，哭了整整一夜。您每次去侧妃院里，娘娘就整夜睡不着，坐在灯下等到天亮。她知道您心里只有侧妃，从不敢抱怨，只偷偷抹泪。第2日还要强打精神料理王府，生怕出一丝差错让您烦心。您可知娘娘在得知有孕时有多欢喜？她摸着肚子笑着说，这孩子眼睛要像王爷，鼻子要像他。可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您，就春桃泣不成声，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地上。那303个丫鬟被活活打死的时候，娘娘就跪在您书房外，磕头磕的额头全是血，哭的嗓子都哑了。她求您开恩，说秋月姐姐是她从娘家带来的，比亲姐妹还亲，说那些小丫头才12岁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您呢？您抱着侧妃，嫌娘娘吵，让人把她拖开。娘娘在石阶上跪了一夜，哭晕过去，再醒来，孩子没了。春桃嘶声喊道，字字泣血。从那往后，娘娘就变了，她不再等您，不再盼您，她只是活着，像一具空壳。可就算这样，侧妃还要变着法折辱她，让她寒冬腊月卧冰求鲤。王爷，您知道湖水有多冷吗？娘娘刚小产的身子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您为了哄侧妃开心，当众打她30杖，打得她皮开肉绽，后背没有一块好肉，她昏死过去，您却抱着崴了脚的侧妃走了，把太医全都叫走。您知不知道
娘娘高烧了3天3夜，是奴婢用冷水一遍遍给她擦身，是府里的老大夫偷偷给的药。您知不知道，她半夜疼醒，咬着被子不敢哭出声，怕被侧妃院里的人听到又生事端。院中一片死寂，所有下人听得浑身发抖，不敢抬头，有些心软的已悄悄抹起了眼泪。厉承渊站在那儿，面色惨白如鬼，身形摇晃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春桃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他心上，砸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绞痛，砸得他灵魂都在颤抖。那些被他忽略的细节，此刻无比清晰地浮现。他端来汤时，指尖细微的已淡去的烫伤疤痕，他眼下时长的乌青与强撑的笑容，他跪在雪地里哀求时绝望到空洞的眼神，他受刑时一声不吭却控制不住颤抖的单薄身子，他醒来后躲开他喂水的手，那细微的抗拒的触碰。他说3年前时那平静无波，仿佛在看陌生人的眼神，原来他不是突然变了，是他一点一点亲手扼杀了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苏婉堂，是他把他的真心踩在脚底，碾碎了，揉烂了，还要怪他为何不继续爱他。他厉承渊喉结滚动，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，每一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过。他恨我吗？春桃惨然一笑，眼泪混着血水往下流。恨王爷，娘娘说她不恨您了，不爱了，也就不恨了。她说她只想变回从前的自己，那个还不认识王爷，不会心痛，眼睛里有光的苏婉堂。轰，有什么东西在厉承渊脑海里轰然炸开。他说不爱了，他说不爱了，不爱了，所以不恨了，所以可以平静地离开，可以平静地说不必再见。所以那双曾盛满爱慕的眼睛里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平静。他一直知道他爱他，所以有恃无恐，所以他以为无论他怎样对他，他都会在那儿用那种眷恋的、卑微的、满心满眼都是他的眼神望着他。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收回他的爱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彻彻底底。巨大的恐慌与悔恨如滔天巨浪，将他彻底淹没，比得知他离开时强烈千百倍。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王妃，而是那个曾经用整个生命爱着他的苏婉堂，是他自己亲手弄丢了他。王爷，管家战战兢兢地捧着一个锦盒过来，声音发颤，这是在王妃苏姑娘房里发现的，压在枕头下，像是留给您的。厉承渊机械地转头看向那个锦盒，很普通的锦盒，没有花纹，没有装饰。他颤抖着手接过来，打开，里头没有信，只有2样东西，一块帕子，白色的绢帕，上头染着干涸暗黑的血迹，那是他小产那日留下的血；一缕用红绳仔细系着的青丝，那是结发为夫妻时从他发上剪下的。他的那一缕早不知扔到了何处，而他的却一直被他珍藏着。锦盒底部用极细的笔迹写着一行小字：王爷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此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身已许佛前，红尘已断，勿寻勿念。晚唐绝笔。噗！厉承渊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踉跄后退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心脏处传来尖锐的几乎要将他撕裂的剧痛，疼得他弯下腰，死死捂住心口，却止不住那汹涌而来的灭顶的绝望与悔恨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他不是不习惯，不是愤怒他的忤逆，他是在害怕，怕失去他，怕那个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的苏婉堂，如今眼里再也没有他。他爱他。厉承渊不知从何时起早已爱上了苏婉堂，可他知道的太晚了，晚到他已经心如死灰，抽身离去，晚到他连恨都不愿再给他。厉承渊擦去嘴角的血迹，那血迹是暗红色的，像干涸的绝望。他撑着桌子慢慢直起身，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冰冷与疯狂。他拿起那个锦盒，紧紧攥在手里，攥得指节发白，青筋暴起，然后一步一步朝着温如烟的院子走去，每一步都踩在碎裂的心上。温如烟正在对镜梳妆，铜镜里映出她娇美的容颜。听到脚步声，她欢喜地转头，看到厉承渊，立刻起身迎上。王爷，您回来了，那个女人终于走了，往后王府就只有我们。啪，狠狠一耳光，将温如烟扇倒在地，力道之大，让她半边脸瞬间红肿起来，嘴角渗出血丝。温如烟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抬头望着眼前眼神猩红、状如修罗的男人。王爷，您打我，为了那个女人您打我，那个女人。厉承渊蹲下身，捏住她的下巴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，声音冷得掉冰渣。温如烟，本王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温如烟被他眼中的杀意吓得浑身发抖。王爷，灵儿是真心爱您，只是太怕失去您了。苏婉堂她是正妃，灵儿害怕。你怕？厉承渊嗤笑一声，眼神里却满是痛楚与疯狂。就因你怕，你一滴眼泪，本王就为你杖毙了300多人，包括她视若亲妹的侍女。就因你怕，她没了孩子，大病一场。就因你怕，本王当众打了她30杖，让她沦为满京城的笑柄。温如烟，你的怕，代价是她一条命。温如烟被他眼中的疯狂吓住了，可随即不甘与怨毒涌上心头，他尖声道：可他现在不是没死吗？王爷，我才是陪您从北地战场走过来的，我救过您的命，您说过会永远对我好。苏婉堂算什么？她不过是陛下硬塞给您的一个摆设罢了。闭嘴！厉承渊猛地将他嵌在地上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双目赤红。你是救过我，所以我把你带回王府，给你最好的，纵容你，护着你。可你呢？你仗着这份恩情做了什么？你假装心急，你装病，你陷害他，你逼他寒冬腊月去抓鱼，你让他当众受刑，你一次次挑战本王的底线，本王都忍了，因为本王以为那是爱。
可直到他走了，本王才明白，那不是爱，是纵容，是愚蠢，是恩将仇报。他站起身，居高临下望着瘫软在地、满脸惊恐的温如烟，眼神里再无半分温情，只剩下厌恶与冰冷的杀意。从今日起，撤去温如烟一切用度，移居西院最偏僻的院子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许踏出一步。他不是有心急吗？那就好好静养，每日清粥小菜，无需人伺候，让他也尝尝什么叫病中静养。不，王爷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温如烟扑上来抱住他的腿，哭得涕泪横流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王爷，看在我救过您的份上，饶了我这回吧。厉成渊一脚踢开他，力道之大，让他在地上滚了几圈。放心，看在你救过本王的份上，本王留你一条命。他声音冰冷，一字一句像淬了毒的刀子。但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你与本王恩断义绝。说完，他不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对早已吓得面如土色的管家下令：查，给本王彻查。这3年，温如烟背地里还做了多少针对王妃的事？所有经手过助纣为虐的下人，一律重罚，发卖边疆，一个不留。从今日起，王府上下谁也不准再提侧妃2字，违者杖毙。王府上下一片肃杀，下人们跪了一地，瑟瑟发抖。众人这才惊觉，王爷这次是真的疯了，为了那个已经离开的王妃，疯了。处置完温如烟，厉成渊把自己关在书房3天3夜，他不吃不喝，不眠不休，只是反复看着那缕青丝与那块染血的帕子，眼前全是苏婉堂的样子。他笑着的，哭着的，期待的，黯然的，最后是平静无波的。春桃的话像魔咒一样在他脑海里回响，一遍又一遍。娘娘天不亮就起来守着炉火熬养胃汤，他食指被针扎得密密麻麻，他跪在雪地里，磕头磕的额头全是血。孩子没了，他高烧了3天3夜，是奴婢用冷水一遍遍给他擦身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，凌迟着他的心。他想起他小产那日，他抱着心急发作的温如烟，嫌他哭求吵嚷，让人把他拖开。他想起他受刑那日，他趴在长凳上，一声不吭，后背血肉模糊，他却抱着崴了脚的温如烟离开，把太医全都叫走。他想起他落水那日，他从冰冷的湖水里把他抱起来，他浑身冰凉，气息微弱，他却因他躲开他喂水的手而心生不悦。他想起他说3年前时那双平静的让他心慌的眼睛啊！厉成渊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将书案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，砚台砸碎，墨汁溅了一地，公文散落，像他此刻支离破碎的心。他瘫坐在地，双手插入发间，痛苦地蜷缩起身体。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他把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姑娘弄丢了，永远地弄丢了。第4日，厉成渊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与蚀骨的思念，他骑上马，不顾一切地冲向大相国寺。大相国寺乃皇家寺院，守卫森严，尤其苏婉堂随长公主在此清修祈福，更是被严格保护，外人不得探视。厉成渊被拦在山门外，王爷，长公主有令，苏姑娘潜心修行，不见外客，尤其是您。住持方丈双手合十，面露难色，本王只见他一面，就说一句话。厉成渊双眼赤红，3天未眠，让他看起来憔悴不堪，风度全无。方丈，通融一回就一回。王爷，非是老衲不通融。方丈叹息，苏姑娘入寺时曾言，尘缘已断，凡俗之事皆与她无关。他特意交代，若王爷来，便转告王爷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厉成渊急切地问，心脏狂跳。方丈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怜悯，缓缓道：前尘往事俱如云烟，王爷珍重，勿负相思，相思损人，勿负相思，相思损人。厉成渊如遭雷击，后退数步，面色惨白。他连相思都不愿他有了吗？他怕他相思损了自身，所以连最后一点念想都要掐断。不，我不信。他喃喃道，眼中涌上疯狂。我要见他，我要亲自问他。他不顾一切，试图硬闯，武僧出手阻拦，刀剑无眼，划破了他的衣袖，在他手臂上留下一道血痕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拼命往里冲。厉成渊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长公主闻讯赶来，面色冷峻，厉声呵斥，还有半点摄政王的威仪吗？婉堂被你伤得体无完肤，如今只想在佛前求个清净，你何苦再来纠缠？回你的王府，做你的摄政王去。姑母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厉成渊头一回在人前如此卑微，他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，让我见他一面，就一面，我亲自跟他赔罪，我求他回来，他要怎么罚我都可以。长公主看着他痛悔的模样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，但想到苏婉堂入寺时那苍白瘦削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，还是硬下心肠。不必了，他不会见你。厉成渊，有些伤口不是赔罪就能愈合的，你回去吧。厉成渊被请下了山，他失魂落魄地站在山脚下，望着云雾缭绕的山顶寺院，头一回感到如此无力。他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是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，可如今他连见自己心爱的女人一面都做不到。厉成渊没有离开，他在山门外直挺挺地跪了下来，从白天跪到黑夜，又从黑夜跪到黎明。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冰冷刺骨，将他浑身浇透。他发着高烧，面色惨白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却纹丝不动。来往的香客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那是摄政王，天啊，真是摄政王！他怎跪在这里？听说是在求见已经和离的前王妃。造孽啊！当初不珍惜，如今又来跪着求，有什么用？
听说那位前王妃是被伤透了心，才随长公主一起去祈福的。哎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议论声传入耳中，厉承渊却仿佛听不见。他只一动不动地跪着，望着那紧闭的山门，眼神执拗的可怕。他在赌苏婉堂对他还有一丝怜悯，赌他还会心疼他。消息传回京城，朝野震动，皇帝派了内侍来劝，被他吼走；同僚来劝，被他无视。他像一尊石像，固执地跪在那里，任由雨水冲刷，任由病痛折磨。第三天夜里，雨下得更大，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，生疼。厉承渊浑身湿透，瑟瑟发抖，却依然挺直脊背，望着山门的方向。终于，他体力不支，眼前一黑，昏倒在冰冷的雨地里。侍卫慌忙上前要扶他，他却猛地惊醒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谁敢动我，军法处置。”然后继续跪。第4日午后，雨停了，山门终于缓缓打开。厉承渊灰败的眼睛骤然亮起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却因跪得太久，双腿麻木，又跌倒在地。他狼狈地抬起头，看向门内，苏婉堂走了出来。她穿着一身灰色宽衣，素面朝天，未施粉黛，长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松松挽起，几缕碎发散落在苍白的脸颊边。比起在王府时，她瘦了许多，下巴尖尖的，显得眼睛更大，也更空了。但那双眼睛清澈平静，再无半分从前的爱恋、哀怨或畏惧，只有一片看透世事的淡然，与佛前修行者特有的悲悯。厉承渊的心狠狠一抽，疼得他几乎窒息。他宁愿他恨他，怨他，骂他，打他，也不愿他用这种看陌生人的悲悯的眼神看他。婉堂，他声音嘶哑的几乎发不出声，挣扎着想靠近，双腿却麻木的不听使唤，只能狼狈的往前爬了2步。王爷，苏婉堂开口，声音平静无波，像山涧清泉，凉得刺骨。您这是何苦？我错了，婉堂，我知道错了。厉承渊急切地说，眼泪混着脸上的雨水滚落，狼狈不堪。我糊涂，我不是人，我瞎了眼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们的孩子，对不起秋月他们。你打我，骂我，杀了我都行，只求你回来，好不好？他从未如此卑微地求过人。他是摄政王，是高高在上的厉承渊，可为了他什么都愿意，尊严、面子、骄傲，统统不要了。他只要他回来。苏婉堂静静望着他，望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、冷漠无情的男人，如今像条狗一样跪在他面前，涕泪横流，卑微哀求。他眼中没有丝毫波澜，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。王爷言重了。他微微颔首，语气疏离而客气。前尘往事，我已放下，王爷也请回吧，莫要在此扰了佛门清净。不，你没有放下。厉承渊嘶吼道，声音破碎。你若放下了，为何不敢看我？婉堂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我把温如烟关起来了，我把那些欺负过你的下人全都处置了，王府里再也不会有人让你受委屈。我往后只对你好，只爱你一个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不及你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他语无伦次，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眼神里满是绝望的希冀。苏婉堂却忽然轻轻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淡很轻，像风吹过水面泛起的涟漪，转瞬即逝，带着一丝悲悯，却无半分情意。王爷，您还不明白吗？他看着他，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，每个字都像淬了冰的刀子，狠狠扎进厉承渊心里。我不需要您的补偿，也不需要您的爱了，我曾将整颗心捧给您，您不要，把它摔碎了。如今我心已死，您却又想把它捡起来拼好。可是王爷，碎掉的东西拼不回去了。厉承渊浑身剧震，面色惨白如纸。不会的。他摇头，眼泪汹涌。我能拼好，婉堂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我求你。苏婉堂望着他，眼神平静的可怕。我不恨您，因为恨也需要力气，我只是不爱您了。从您未温如烟，杖毙秋月，任我跪在雪地里失去孩子那一刻起，从您为了哄他开心，当众打我30杖那一刻起。他顿了顿，望着他的眼睛，缓缓的、清晰的吐出最后一句：厉承渊，你我之间就彻底结束了。厉承渊，他叫了他的全名，没有尊称，没有情绪，只是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，一个让他绝望的事实。厉承渊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瞬间凝固。他张着嘴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有眼泪无声的汹涌。苏婉堂不再看他，他转过身，灰色沁衣的背影，单薄却挺直，没有丝毫留恋，一步一步走向那扇象征着清静，也象征着诀别的山门。您请回吧，日后不必再来，来了我也不会见您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重锤，狠狠砸在厉承渊心上。山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，也彻底关上了厉承渊最后一丝希望。婉堂，厉承渊发出一声凄厉的绝望的嘶吼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眼前一黑，彻底昏死过去。鲜血染红了他胸前的衣襟，也染红了山门前冰冷的青石板。王爷，侍卫惊呼着冲上前，混乱中山门紧闭。门内，苏婉堂脚步未停，径直走向佛堂，背影决绝，未曾回头。门外，厉承渊倒在血泊中，手指还朝着山门的方向徒劳地伸着，仿佛想抓住什么，却什么也抓不住了。厉承渊被侍卫抬回王府时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他面色惨白如纸，嘴唇干裂，浑身滚烫，口中却一直含糊地喃喃着：婉堂，对不起，别走。太医匆匆赶来，诊脉后连连摇头，面色凝重。
王爷本就忧思过度，郁结于心，又在大雨中长跪数日，寒气侵体，引发了早年战场留下的暗伤。太医叹了口气，情况凶险，邪热内陷心包，能否醒来，就看今夜了。厉承渊陷入重重梦魇，不得解脱。他梦见新婚夜，红烛高照，苏婉堂穿着嫁衣，盖头下偷偷抬眼看他，那双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子，含着羞怯与毫不掩饰的爱慕。他想走近，想触碰，画面却骤然碎裂。漫天大雪，苏婉堂跪在冰冷的石阶上，身下鲜血淋漓，染红了皑皑白雪。他抬起头，泪流满面，绝望地望着他。王爷，我们的孩子。孩子没了，场景又变。他系着围裙，在厨房的小炉子前守着，小心翼翼地看着火候，手指上烫出几个水泡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舀起一勺汤尝尝味道，而后对他温柔地笑。转眼间，他却趴在冰冷的行凳上，粗重的板子落下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后背皮开肉绽，鲜血浸透了衣衫，他却一声不吭，只死死咬着唇，用那双逐渐死寂的眼睛空洞地望着他。最后一个梦。他穿着那身浅青色的衣裙，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里，对着他笑，一如初见。他欣喜若狂地跑过去，想抱住他，可当他靠近，却发现自己手里握着一把匕首，而那匕首正深深插进他的心口。他倒在他怀里，脸上没有痛苦，只有一片解脱般的平静，轻声说：“王爷，我不爱你了。”不。厉承渊从噩梦中声嘶力竭地惊醒，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，冷汗瞬间湿透了中衣，心口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喉头一甜。他猛地咳出一大口暗红色的淤血，溅在颈背上，触目惊心。王爷，你醒了！守在床边的太医又惊又喜，连忙上前把脉。厉承渊却一把抓住太医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，眼神是骇人的疯狂与急切。他呢？婉堂有没有消息？他知不知道我病了？他还存着一丝卑微到尘埃里的希望，希望他病重的消息传过去，能让他心软，能让他来看他一眼，哪怕只是一眼。心腹侍卫低着头，不忍看他眼中的希冀，声音艰涩：“王爷，大相国寺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传来。苏姑娘未曾过问，未曾过问。”4个字像4把冰锥，狠狠扎进厉承渊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，最后一丝微弱的光也熄灭了。他颓然松手，重重倒回枕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帐顶繁复的花纹，像个被抽走了所有生气的破布娃娃。他真的不要他了，连他病得要死了，他都不在乎了。连他死，他大概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也好，他想，他这样对他，何该有此报应？厉承渊这场大病来势汹汹，几乎要了他半条命。虽然凭着强悍的体魄与一股不甘的执念，他最终还是挺了过来，但身子彻底垮了，元气大伤。他瘦得脱了形，脸颊凹陷，眼窝深陷，时常咳嗽，心口总是隐痛，那是郁结于心，伤及肺腑的症候。他不再上朝，将大部分政务推给副手，自己则像个游荡的幽魂，整日徘徊在苏婉堂住过的院子里。他抚摸他用过的妆，坐他常坐的窗前矮榻，躺在他睡过的床上，一遍遍回忆他在这里的点点滴滴，回忆他每一个笑容，每一句低语，每一个凝望他的眼神。回忆越清晰，心就越痛，悔恨便如毒藤，将他缠得喘不过气。他下令将王府里所有与温如烟有关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，扔的扔，烧的烧，又命人按照苏婉堂在时的喜好，重新布置庭院房间，一草一木都要恢复原样。书房里，他把他当初没烧完的那半张画画上他提笔，他研墨，窗外桃花灼灼，精心装裱起来，挂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每日对着，一看就是几个时辰。他还开始做那些他曾为他做过的事，他学着熬他曾熬的养胃汤，手上烫出无数水泡，熬出来的味道却总是差得远。他翻出他做的那双针脚歪扭的靴子，日夜穿着，哪怕磨破了脚也舍不得脱。他把他绣的那些粗糙的香囊一个个找出来，贴身带着，哪怕线头扎人。他把王府库房里所有珍贵的药材补品、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一车一车往大相国寺送，尽管每次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。他做着这一切，像个徒劳的溺水者，拼命想抓住一点过去的影子，一点他残留的气息。可那个人再也不会回来看一眼了。这日午后，他神思恍惚地走在回廊下，偶然听到2个负责洒扫的老仆躲在墙角，压低声音嘀咕：“哎，说起来，王妃娘娘真是可怜，那么好的人，谁说不是呢？菩萨心肠，对咱们下人也好。听说在庙里清苦，身子一直不好，这回病得厉害，恐怕……哎，造孽啊！”厉承渊浑身血液瞬间凝固，如遭雷击，他猛地冲过去，一把抓住其中一个老仆的衣领，目眦欲裂：“你说什么？谁病了？给本王说清楚！”老仆吓得魂飞魄散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磕头如捣蒜：“王爷饶命！老奴该死！是前王妃娘娘。宫里隐约传出来的消息，说娘娘在寺庙里一病不起，病得很重。太医去看过都摇头，说是心急郁结，寒气入骨，加上从前小产亏损了根本，一直没好好将养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，熬不过这个冬天。”厉承渊喃喃重复着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耳边嗡嗡作响，几乎站立不稳。他想起来了，
他落水那次从冰湖里捞起来，太医就说过他寒气入体，伤了根本，必须仔细调养。可他为了温如烟崴脚，把太医全都叫走了，只留一个不顶事的老大夫。他受了30杖，伤口感染，高烧几天几夜，他也没去管过。他小产血崩，在雪地里跪了一夜，落下病根，他更是从未放在心上。是他，都是他，是他一次一次将他推进冰窟，将他推入绝境。巨大的恐慌与灭顶的悔恨像滔天巨浪，瞬间将他吞噬。不，他不能让他死，他还没有求得他的原谅，还没有补偿他哪怕1/1000，他怎能失去他？他还没有告诉他，他爱他，他不能没有他。找大夫，把全天下最好的大夫都给本王找来！厉承渊嘶声怒吼，状若疯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摄政王府门庭若市，各地名医被重金请来，又一个个摇头离去，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：寒气深入肺腑心脉，郁结成疾，心神损耗太过，已是沉沉顽疾，非寻常药石可医，除非有奇迹。奇迹就在厉承渊濒临绝望、几欲癫狂之际，一位云游四海、须发皆白的老神医被请入府中。老人诊脉沉吟许久，捋着胡须，缓声道：“倒也不是全无希望。老朽曾在一本古籍残卷中见过记载，极北苦寒之地，万年雪山之巅，背阴绝壁之上，生长着一种雪破莲，百年一开花，其花晶莹剔透，宛如冰魄，能活死人肉白骨，驱除体内一切寒毒尘，固本培元，或许可救夫人一命。”厉承渊灰败的眼睛瞬间亮起惊人的光，在哪里？我此刻便去。老神医摇头叹息：“王爷，那雪山之巅，终年冰雪覆盖，罡风如刀，气候极端，非人力所能及，且雪破莲必有异兽守护，凶险万分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求药者一去不回，尸骨无存。王爷深系，我去。”厉承渊打断他，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刀山火海，他也要去。朝臣闻讯纷纷劝阻，言他身系江山社稷，岂可亲身犯此奇险？皇帝也连下2道圣旨，命他三思。厉承渊脱下摄政王朝服，一身素衣，在朝堂上对着御座直挺挺跪下，以头触地，重重叩首：“皇兄，臣弟半生戎马，为国征战，扪心自问，无愧于江山社稷，无愧于黎民百姓，唯有一人。臣弟亏欠良多，罪孽深重，万死难赎。若不能救他，臣弟活着亦如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。求皇兄成全。若臣弟命薄，不能归来，摄政王之印交由副相暂代，绝无误国之忧。”说罢，他卸下金印，脱下蟒袍，只身一人，一匹快马，一把长剑，几袋干粮，一头扎进了北地茫茫风雪之中。这是他欠他的，他要用命去还，用命去搏那线生机。极北之地，雪山连绵，天地间只剩一片刺目的白，狂风怒号，卷起千堆雪，刮在脸上如同刀割。厉承渊靠着顽强的意志与一身深厚内力，在梅西的深雪中艰难跋涉，雪盲症让他视线模糊，几度踩空，险些坠入万丈深渊，严寒刺骨，滴水成冰，干粮冻得像石头，难以入口。饥饿、寒冷、疲惫，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他的身体与意志，但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像黑暗中不灭的火把，支撑着他一步步向上。拿到雪破莲，救晚唐，不知爬了多久，经历了多少次死里逃生，他终于在一处背阴的绝壁之上，看到了那抹银白。一株晶莹剔透的莲花静静生长在冰岩缝隙中，花瓣如冰似玉，散发着淡淡的幽光，在这纯白的世界里美得惊心动魄。而在莲花旁边，一头通体雪白、体型硕大如牛犊的雪豹正伏在冰岩上，忧虑的眼睛冷冷盯着他这个不速之客。没有多余的话，一场生死恶战瞬间爆发。厉承渊旧伤未愈，又长途跋涉，体力早已透支，很快落了下风。雪豹迅捷如电，力大无穷，利爪划过，在他身上留下道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鲜血染红了身下的白雪，又被迅速冻结。剧痛与失血让他视线发黑，意识开始模糊，但他不能倒，晚唐还在等着他。就在雪豹再次凌空扑来，血盆大口咬向他脖颈的瞬间，厉承渊眼中凶光一闪，不闪不避，拼着被咬穿肩膀的剧痛，将全身内力灌注剑身，一剑狠狠刺入雪豹的眼眶。嗷！雪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松开口，踉跄后退。厉承渊趁机扑到雪破莲前，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朵莲花连同根部一点冻土挖出，紧紧护在怀里。雪豹重伤，低吼几声，终究退入了风雪深处。厉承渊脱力地倒在雪地里，胸前鲜血汩汩涌出，染红了怀中的雪破莲。他感到体温在迅速流失，眼前阵阵发黑。昏迷前，他用尽最后力气将雪破莲往心口处护了护，喃喃道：“晚唐，等我，药拿到了。”幸好他出发前并非全无准备，安排了最得力的几名暗卫远远跟随接应。暗卫循着血迹与打斗痕迹找到他时，他几乎已被冻成冰人，只有心口处因护着雪破莲尚存一丝微温。暗卫含泪将他背下山，用快马日夜兼程，换马不换人，拼死将他送回京城。回到王府时，厉承渊已气息奄奄，出气多进气少，浑身是伤，冻伤、咬伤、剑伤，惨不忍睹。胸前被雪豹撕裂的伤口更是深可见骨，肋骨断了几根，但他怀里那朵雪破莲被他用体温与内力护着，竟完好无损，依旧晶莹。太医们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无不倒吸凉气，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啊！厉承渊昏迷了7天7夜，反复高烧，伤口溃烂，几次濒危。但他身体素质强悍，内功底子深厚，加上一股要把药亲自送到他手里的强烈求生意志，竟又一次从鬼门关挣扎了回来。醒来时，他眼前模糊一片，喉咙干得冒火，可他睁开眼的第一句话
却是嘶哑的、急切的催促，要送去大相国寺给晚唐，快！他想亲自去，想亲眼看着他服下，想看着他好起来，但他只是微微一动，全身伤口就崩裂般剧痛，根本无法起身。厉承渊命心腹侍卫以800里加急的速度，将雪破莲与他的一封亲笔信火速送往大相国寺。信是他强撑着病体，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，字迹歪斜，力透纸背，字字泣血，写满悔恨与哀求。最后他写道：晚唐，我知道我不配求你原谅，这雪破莲是我用命换来的，或许能驱你体内寒毒，固本培元，求你收下，好好活着。只要你活着，哪怕你永远不见我，永远恨我，我也认了。他怀着卑微的期盼，等着，盼着，也许看他如此拼命，看他险些丧命，他会有一丝动容，哪怕只是收下药也好。然而3天后，信和装着雪破莲的锦盒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，带回来的只有苏婉堂托人转达的一句冰冷的话：我的病自有天命，王爷之物我受之有愧，不敢承受，请王爷收回，勿再徒劳。厉承渊望着那完好无损的锦盒，听着那不带丝毫感情的回话，只觉得刚刚愈合一点的伤口，连同那颗心一起被撕得粉碎。他拼死夺来的药，他不要；他剜心掏肺的悔恨，他不屑。他这条命，在他眼里大概还不如尘埃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那朵晶莹剔透、能起死回生的雪破莲，又哭又笑，状若疯癫，哭自己愚不可及，笑自己痴心妄想。最后他擦干眼泪，眼中只剩一片孤注一掷的决绝。他不要，是吗？那他就送到他面前，送到他不得不收下为止。不顾太医伤口未愈，不可移动的劝阻，不顾所有幕僚下属的跪求，厉承渊强撑着支离破碎的身子，再次来到大相国寺山门前。这一次他没穿王爷的蟒袍，没带任何侍卫仪仗，他只穿了一身素白的粗布球衣，背上绑着几根带刺的金条，一步一咳，一步一颤，走向那紧闭的山门，负荆请罪。他面色惨白如纸，胸前厚厚的纱布隐隐渗出血迹，在素白衣衫上晕开刺目的红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，仿佛踩在刀尖上，却异常坚定。消息像长了翅膀，瞬间传遍京城。权倾朝野的摄政王为求前妻原谅，竟效仿古人负荆请罪，跪于佛寺山门之外，这简直是旷古奇闻。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长公主与住持方丈再次被惊动，匆匆赶来。长公主看他这副凄惨狼狈、摇摇欲坠的模样，又气又急。厉承渊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不要命了？你身上有伤，你不知道吗？赶紧给我回去！厉承渊抬起头，因高烧而泛红的眼睛直直望向寺内，那里是苏婉堂清修的禅院方向，眼中是孤注一掷的疯狂，与濒死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般的执拗。姑母，让我见婉堂一面，只见一面。若他仍不肯原谅我，仍不肯收下这药，我便死在这里，绝不再纠缠你。你真是无可救药！长公主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也红了眼眶。或许是这动静太大，或许是长公主终究心软，最终那扇门还是开了，苏婉堂走了出来，依旧是一身灰色困衣，素净脸庞，眼神平静无波。只是看到厉承渊浑身是伤，穿着球衣，背负金条，狼狈跪在尘埃里的样子时，他的眼神既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潭深水般的平静。王爷，这是何必？他声音清冷，比这山间的风更凉。苦肉计对我无用，王爷请回吧。莫要再糟践自己，也扰了佛门清净。不是苦肉计。厉承渊望着他，眼神是前所未有的认真，认真到近乎偏执疯狂。婉堂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错得离谱，错得不可饶恕。说着，他猛地拔出腰间一把匕首，那是他随身多年的短刃。王爷，不可！众人惊呼。苏婉堂瞳孔骤缩，手指下意识收紧。厉承渊望着他，眼神温柔又绝望。然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，他举起匕首，狠狠刺向自己的左胸，位置偏离心口，但足以鲜血喷溅。他闷哼一声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却死死忍着。这一刀，为我曾纵容温如烟，伤你害你，让你受尽委屈。说完，他拔出匕首，带出一蓬血花，又狠狠刺下第二刀。这一刀，为我听信谗言，昏聩糊涂，杖毙秋月，让你痛失亲如姐妹的忠仆。第三刀紧随其后，这一刀为我冷眼旁观，任你跪在雪地，痛失我们的骨肉，更让你落下病根，缠绵病榻。三刀下去，他胸前白衣已被鲜血彻底染红，血顺着衣角滴滴答答落在地上，很快汇成一滩。他面色惨白如金纸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全靠一股意志强撑着，没有倒下。他死死盯着苏婉堂，眼神哀切到极致，也祈求到极致。婉堂，我知道千刀万剐也弥补不了我对你的万一。他声音嘶哑虚弱，却字字清晰。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弥补的机会，一个重新爱你守护你的机会。他丢掉沾满自己鲜血的匕首，踉跄着朝他的方向伸出手，指尖颤抖。回来好不好？或者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哪怕为奴为仆，哪怕只能远远看着你，守着你。我什么都不要了，王位、权势、富贵，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只要你。婉堂，我只要你。全场死寂，只有山风吹过树梢的呜咽，与他粗重艰难的喘息，以及血滴落地的滴答声。苏婉堂望着浑身是血，眼神疯狂而绝望的厉承渊，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，闷闷的疼。那个曾经高高在上、冷漠无情、视他如无物的摄政王，如今竟卑微至此，自伤自残，只为求他一个回眸。
他以为自己的心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冰冷与绝望中死透冻硬，再不会为这个人掀起任何波澜。可此刻看着他胸前刺目的鲜红，看着他眼中浓烈到几乎要将他灼伤的爱意与悔恨，他的心还是不可抑制地颤抖了，裂开了一道细微的缝，但仅仅是一瞬。3年来的冷眼漠视，新婚夜的独守空房，丫鬟们被拖下去时的凄厉惨叫，小产时身下漫开的刺骨冰凉与绝望，30丈落下时皮开肉绽的剧痛与周围或同情或嘲讽的目光，一幕幕一桩桩清晰地在他眼前闪过，那点刚刚泛起的微弱涟漪，瞬间被冰冷的现实与深入骨髓的痛楚浇灭、冻结。他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睁开时，眼中已是一片清明澄澈，再无波澜。王爷，您这又是何苦？他声音依旧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疲惫。您如今做这些，除了让我困扰，让我背负不必要的因果，并无意义，请回吧，好好治伤。您的命很珍贵，不该浪费在我身上。说完，他不再看他惨白的面色与瞬间灰败下去的眼神，再次转身，决绝地离开。只是这一次，他的脚步似乎比上一次沉重滞涩了那么一丝。厉成渊望着他毫不留恋的背影，望着他一步步走回那扇隔绝红尘的山门，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，最终变成一片死寂的黑暗。他牵了牵嘴角，似乎想笑，却涌出更多鲜血。呵，一声低不可闻的苦笑，伴随着鲜血从嘴角溢出。终于，他支撑不住，眼前彻底漆黑，身体轰然倒地，溅起尘埃。厉成渊再次被抬回王府救治，这次伤势更重，3处自残的刀伤，加上旧伤崩裂，失血过多，心脉受损。太医们轮番上阵，用尽珍稀药材，才堪堪将他从阎王殿门口又拉回来一点，但依旧气息微弱，昏迷不醒。太医私下摇头叹息，王爷心生死志，无求生之念，纵然华佗在世，也难啊。就在厉成渊昏迷不醒，王府上下愁云惨淡之际，京城突然发生巨变，被厉成渊打压已久，早已心怀不满的康王，趁他重伤昏迷，心神大乱，无力掌控朝局之际，勾结北境部分不满的将领，暗中调兵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宫变。叛军攻势凶猛，出其不意，很快攻入皇城，控制了部分宫围，并派重兵围剿群龙无首的摄政王府。同时，一队精锐死士直奔大相国寺而去，他们要劫持在寺中清修的长公主以及曾为摄政王妃的苏婉堂，作为重要人质，逼迫皇帝与厉成渊就范。昏迷中的厉成渊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在叛军围攻王府、喊杀声隐隐传来的混乱时刻，竟强行冲破了要力的禁锢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婉堂，有危险！这是他醒来后脑海里唯一的念头，强烈到压过了所有剧痛与虚弱。他不顾太医与管家的哭求阻拦，撕开身上刚包扎好的纱布，随便扯了件外袍披上，拖着濒死般沉重的身体，强提一口真气，集结了王府内残存的护卫与自己暗中培养、未被叛军发现的数十名精锐私兵，去大相国寺救王妃。他声音嘶哑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杀伐决断。他知道自己这是在送死，重伤未愈，体力不支，对上叛军精锐，胜算渺茫。但他不能让他有事，哪怕死，他也要死在他前面，为他挡住所有刀剑。大相国寺前已是一片血腥厮杀，叛军死士与寺中武僧、长公主护卫战作一团。厉成渊如同从地狱血池中爬出的修罗，浑身浴血，眼神狠厉，手中长剑挥舞，每一剑都带走一条性命，拼命杀向苏婉堂所在的禅院。他伤势太重，完全是凭着一股不要命的意志在支撑，身上又添了无数新伤。禅院就在眼前，他看到苏婉堂在几个护卫的保护下，正护着长公主向后撤退，虽面色发白，但眼神还算镇定。他心中一松，挥剑砍翻面前一个叛军，正要冲过去。就在此时，异变陡生，禅院侧面一处坍塌的矮墙后，一个一直潜伏的叛军弓箭手抓住了这瞬间的空隙，眼中凶光一闪，冰冷的剑簇瞄准了院中正护着长公主后退的苏婉，手指一松，嗖，冷箭破空，急射而至。婉堂小心！厉成渊目眦欲裂，浑身的血液在瞬间冲上头顶，他想都没想，用尽最后所有的力气，猛地向前扑去，狠狠撞在苏婉堂身上，将她用力推开。扑哧，箭矢射穿皮肉的闷响，如此清晰，又如此遥远。那支原本射向苏婉堂心口的冷箭，从后方直直没入了厉成渊的后心，剑尖从前胸透出少许染着刺目的红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苏婉堂被一股大力推开，踉跄着跌倒在地，愕然回头，他看到厉成渊挡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，身子猛地一颤，他微微低头，似乎有些茫然地看了一眼自己胸前透出的染血剑尖，然后他慢慢的、极其艰难的转过头看向他，鲜血迅速在他后背的白袍上片开一大片刺目的红，并且还在不断扩大。他望着他，脸上没有痛苦，没有恐惧，竟然还对他扯出一个极其艰难却异常温柔的微笑，嘴唇戳动，气若游丝。婉堂，别怕，这回我保护你了。说完，他眼中那点微弱的光迅速暗淡下去，身子晃了晃，向前直直栽倒。厉成渊，苏婉堂一直平静无波的面具，在这一刻被彻底击得粉碎。他失声喊出了那个以为再也不会出口的名字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窒息。他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接住他倒下的沉重身躯，温热的
黏腻的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双手，他的衣裙。厉成渊，厉成渊，你醒醒，你看看我！他颤抖着手，想去捂他胸前不断涌出的鲜血，却不知该如何下手，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，大颗大颗砸在他染血的脸上。他的冷静，他的淡然，他所有筑起的心防，在这温热血迹的冲击下溃不成军。后续的厮杀，援军的到来，叛乱的平定，都变得模糊不清。苏婉堂眼里只有怀中这个气息微弱、面如金纸的男人，只有他背上那只颤动的夺命的剑羽。厉成渊伤势太重了，那一剑离心口只差毫厘，太医们拼尽全力才勉强将剑取出，止住血，吊住他最后一口气。但他失血过多，伤势叠加，高烧不退，始终昏迷不醒，在鬼门关徘徊，生死悬于一线。太医们私下皆摇头，阎王爷心脉受损过重，又无求生意志，恐怕熬不过这几日了。苏婉堂不顾长公主与所有人的劝阻，执意留在了厉成渊暂住的禅房。他遣走了所有仆役，亲手为他清洗伤口、换药、擦拭身体，望着他昏迷中依然痛苦地蹙紧眉头，听着他在高烧中含糊的呓语：婉堂，别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爹爹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汤，我给你熬汤，这回不烫手了，你喝一点。冷，壶里好冷。婉堂，别下去，我来。疼不疼？30丈，我糊涂，我该死。血破莲，拿到了。婉堂，你能活了。婉堂，我爱你，真的好爱你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不能没有你。每一句含糊的、断断续续的呓语，都像一把钝刀子，在苏婉堂早已结痂的心上重新割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。原来他都知道，他知道他冷，知道他痛，知道他失去孩子时的绝望，知道他那3年是如何熬过来的。可他当时还是选择了漠视，选择了伤害。爱与恨，悔与痛，在他心中激烈交战，撕扯得他日夜难安。长公主来看他，望着他憔悴的侧脸，终是叹息一声，平退左右，将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如何为他孤身闯雪山，九死一生取回血破莲，他如何为他剜心自残，跪在佛前苦苦哀求，他如何处置了温如烟与所有欺凌过他的下人，他如何放弃权柄，只求皇兄准他卸下一切，带他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，找个安静地方，用余生赎罪。婉堂，长公主握着他的手，眼中含着泪。本宫知道他伤你至深，将你一片真心践踏成泥，万死难赎其罪。本宫并非要你原谅他，更不是为他说话，只是他如今为你做的这些，抛却身份，舍了性命，也算有几分真心了。这真心来得太迟，代价太大，但终究是来了。如何抉择，在你，是去是留，是恨是忘，都由你。本宫只希望你不要因为过往的恨蒙蔽了此刻的心，将来后悔。长公主走后，禅房里只剩下苏婉堂与昏迷不醒的厉成渊。他坐在床边，望着他苍白如纸、毫无生气的脸，望着他即使在昏迷中也紧紧蹙着眉头，手无意识地伸向虚空，仿佛想抓住什么。他的手不自觉地抬起，想抚平他眉间的褶皱，却在半空中停住。他的心乱成了一团麻。恨吗？恨的那些伤害，那些绝望，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，是他无数个夜里惊醒的梦魇。可爱吗？那早已死去的爱意，似乎又在这滚烫的鲜血、疯狂的付出与生命的冲击下，有了一丝微弱而真切的悸动。更多的是茫然，是无所适从，是深深的疲惫。他该拿他怎么办？这个他曾倾尽所有去深爱，又被伤得体无完肤，恨之入骨，如今却为了他连尊严性命都不要的男人。或许是上天垂怜，或许是苏婉堂衣不解带的守候起了作用。在鬼门关徘徊了半个月后，厉成渊终于在一个晨光熹微的清晨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意识回笼的瞬间，是钻心的剧痛，但比剧痛更先抵达的是床边那道熟悉的气息。他艰难的、极其缓慢地转动眼珠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趴在床边熟睡的苏婉堂。他瘦了许多，下巴尖尖的，眼下有着浓重的青黑，即使在睡梦中，眉头也微微蹙着，睡得并不安稳。一缕晨光透过窗棂，洒在他苍白的脸颊上，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巨大的狂喜与汹涌的心酸同时冲上厉成渊的心头，激得他眼眶瞬间通红。他没死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一睁眼就看到了他，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。他贪婪地看着他的睡颜，不敢眨眼，不敢呼吸，怕惊扰了这梦境般的美好。苏婉堂似有所感，长长的睫毛颤了颤，醒了过来，对上他痴缠的一眨不眨的目光。他微微一怔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随即垂下眼帘，移开视线，起身想去叫太医。婉堂，厉成渊心中一慌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伸出手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力道很轻，甚至因虚弱而颤抖，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卑微的祈求。他声音嘶哑，干涩得像破旧的风箱：别走，求你了，别走。苏婉堂身子一僵，手腕处传来他掌心微凉的温度，他没有立刻挣脱，但也没有回头，只是静静站在那里，背影显得有些单薄。婉堂，厉成渊望着他疏离的背影，眼泪毫无预兆的滚落，混入鬓角。我知道，我罪该万死，我罪孽深重，我不配求你原谅，我不敢奢望你能回到我身边，像从前那样。我只求你让我看着你，守着你，哪怕远远看着，哪怕这辈子你都不再理我，哪怕你将来嫁作他人妇，只要你好好的，只要让我知道你好好的。他哽咽着，每个字都说得无比艰难，却无比清晰，带着气血般的虔诚。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，从今往后它就是你的，你让我生，我便生，
你让我死，我绝无二话，立刻自绝在你面前。他从未如此卑微，如此小心翼翼，将一颗心赤裸裸地捧出来，任他处置。曾经的摄政王，如今的阶下囚，生死荣辱，皆系于他一念之间。禅房里很安静，只有他粗重的喘息与窗外细微的鸟鸣。苏婉堂静静地听着，背对着他，肩膀几不可察地微微颤抖。许久，许久，他轻轻地但坚定地抽回了自己的手，手腕上的温度骤然离去，厉成渊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，沉入无底深渊。苏婉堂转过身，望着床上苍白脆弱、满眼血丝、泪流满面的厉成渊，他的眼神复杂难辨，有痛楚，有挣扎，有茫然，最终却归于一片澄澈的、近乎悲悯的平静，就像望着一个执迷不悟、终于尝到苦果的陌生人。厉成渊，他第一次如此平静地叫出他的名字，不带恨，也不带爱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雪山取药，寺前剜心，以命相护，我很感激。厉成渊眼中亮起微弱的光，像溺水之人看到了稻草，但苏婉堂接下来的话，将他眼中刚刚燃起的微光彻底打入冰冷绝望的深渊。他的声音很轻很稳，却字字清晰，敲在他的心上。但是厉成渊，感激不是爱，愧疚也不是爱，我曾经用尽全部力气，毫无保留地爱过你，爱到失去自我，爱到卑微如尘，爱到伤痕累累，爱到心死成灰。如今我捡回了一条命，也一点点找回了那个差点被我弄丢的自己。我不想也不能再回到过去了，不想再做那个眼里心里只有你，为你喜为你悲，卑微讨好的苏婉堂了。他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清晨带着草木气息的凉风涌进来，吹动他灰色的宽衣。窗外一只嫩绿的新芽正颤巍巍地探出头。你给我的伤害是真真切切存在的，那些痛不会因你后来的补偿与付出就消失不见，他们会在我心里留下疤痕，提醒我曾经有多傻，多不值得，也提醒我永远不要再把自己弄丢。他回头看向床上面色惨白、眼神绝望的厉成渊，对他露出一个淡淡的却异常明亮释然的微笑，那是他许久未见的带着生机与希望的笑容，干净澄澈，不再为他。厉成渊，我不恨你了，但我也不再爱你了，我们之间的债你用命还了一次，够了，从此以后你我两清，互不相欠。我会离开京城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或许开一间小小的医馆，或许教附近的孩子们读书写字，总之是全新的，只属于苏婉堂的人生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清澈而坚定，你保重，好好做你的摄政王，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王爷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好好活着，我们就此别过。说完，他不再看他瞬间灰败如死寂的眼神，不再看他汹涌而出的泪水，不再看他颤抖着伸出的想要挽留的手。他转身，步伐轻盈而坚定地走出了这间充满药味与血腥气的禅房，走出了他的视线，走出了他灰暗绝望的世界，走向了窗外那一片盎然生机，走向了他自己的崭新的未来。厉成渊躺在床上，眼睁睁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消失在阳光里。他想喊，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呵呵的声响；他想追，身子却沉重的如同灌了铅，动弹不得，只有眼泪汹涌而出，瞬间打湿了枕头。心口那个地方空了一个大洞，呼呼地刮着凛冽的寒风，冻得他四肢百骸都在颤抖。他知道这一回他是真的永远失去他了，彻底地失去了。几年后，江南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，春光正好，柳絮纷飞。镇子东头有一间不大却十分雅致洁净的回春堂，是间女子医馆。坐堂的大夫是位容貌清丽、气质平和的年轻女子，姓苏。她医术好，心肠也好，贫苦人家来看病常常分文不取，镇上的百姓都很敬重她。此时，苏大夫正坐在窗边的诊案后，耐心地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诊脉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，柔和地洒在她身上，给她素淡的衣裙与沉静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。他眉眼平和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，低声细语地询问着病情，神情专注而温柔。医馆外隔着一条青石板路，对面茶馆的2楼临窗位置，一个戴着宽大斗笠、身形高大的男人已经默默坐了很久。他的目光穿透斗笠垂下的薄纱，久久的、贪婪地凝望着医馆内那抹沉静温暖的身影，望着他耐心问诊，望着他起身抓药，望着他对抱着孩子的妇人温柔浅笑。风吹过，微微掀起斗笠的薄纱一角，露出一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，与一双深邃复杂、盛满了无数情绪的眼眸。那目光里有眷恋，有悔恨，有痛楚，最终都化为了深深的、无声的祝福。许久，男人端起面前早已凉透的茶，一饮而尽。然后他放下几枚铜钱，起身下楼，牵过拴在柳树下的马。最后他回头深深望了一眼那洒满阳光的医馆窗户，仿佛要将这一幕永远刻在心里。随即他翻身上马，轻轻一夹马腹，马儿迈着轻缓的步子载着他悄然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消失在江南烟雨朦胧的街巷尽头。他遵守了诺言，只是远远看着他，知道他过得好，平安喜乐便已足够。而他也要回去，继续做他的摄政王，做那个他希望看到的为民请命的好王爷。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青石板路，照着回春堂的招牌，照着小镇安宁的生活。医馆内，苏婉堂似有所感，微微抬头望向窗外，街上行人如织，柳絮飘飘，一派岁月静好。他淡淡一笑，复又低下头继续写着药方。窗台上的那盆茉莉不知何时悄然绽开了几朵洁白的小花，散发着淡淡的宁静的香气。